那其实我觉得这次 AirPods 的第4代，多数的功能呢都要2只手指数不完，同时增加那么多功能的情况下，它可以把尺寸做得更小。最新的晶片，那还有一个我个人最喜欢的功能，这一次也加入到 AirPods 第4代，就是大家好，变国爹。那刚开始发表会讲到 AirPods 第4代的时候，刚开始有点担心。我本来以为可能只是会是一个例行性的更新啊，改变它的晶片，但是其他功能性或者设计上面不会改变太多。但是这一次我是整体的大改款，但是 AirPods Max 就OK， 好，那我就直接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觉得这一次 AirPods 的第4代有什么理由让我一开始预购的时候就决定下定了。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耳型。老观众都知道，我喜欢 AirPods 第1跟第2代的耳型。那换到第3代的这个耳型之后，其实是先从 AirPods Pro 开始改变的。那后来 AirPods 3也沿用这种他们耳型的设计后，但是把耳塞拿掉。那这个设计呢，不管是 Pro 或是3，在我耳朵上面都不是非常的适合。那耳型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对我而言，这个耳型的设计很容易从耳朵掉出来。那即使是 AirPods Pro 那样有耳塞式的，它可能又多了一个理由后，去从我耳朵里面去把这个耳塞挤出来。所以，从他们换成 AirPods 3跟 Pro 的这个设计之后，我对这个耳型的设计的适应度就一直不是太好。那这一次呢，他们 AirPods 第4代，苹果也有解释说，它整个设计是重新的去采样，重新去采样更多人的耳朵跟耳型，然后去找出一个怎样的设计可以平均性来讲符合更多人。那我们可以从最直接的数据上面看到这个耳柄上面的尺寸差异，其实它的厚度就少了1公厘。那这个呢，在我先前耳朵上面，大家应该知道嘛，就是你平常有时候戴着 AirPods 睡觉啊、侧躺，感觉它的存在感很大。那这个跟先前第1、第2代比较起来就很大的差距。那我自己的期待啊，它这次可能变成一个比较扁长型的设计，入耳的时候会更加舒服，然后在长期佩戴的时候也更不容易掉出来。那这是我目前的期待。那不管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确认在我耳朵上面会更加的合适，还不知道。但是至少他们有做更改，那对我而言就是多了一个希望。那第二个是我个人在 AirPods Pro 上面最喜欢的功能，没有想到他们也放到 AirPods 第4代，就是这个透气的系统。那很多人可能会以为我要一开始就讲这个什么降噪啊、通透什么，那些也有，我们后来再讲。但是这个透气系统呢，一直是我在开始使用 AirPods Pro 第1代的时候就一直去强调它在耳朵上面的舒适感。因为我们常常不管是耳塞式或者入耳式的这种耳塞我们在戴上去的时候，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耳压、一个闷声感。我对这个地方比较敏感，那不一定每个人都有。那我都感觉得到，在我戴上 AirPods Pro 的时候，它这个透气感非常的舒适。所以在我即使戴上这种耳塞式的耳塞之后，我在通话的时候，在讲话的时候，我自己也不会感觉到自己声音在里面有一个内部的回音感。那这一点呢，即使像 AirPods 3啊、4啊这种形式的耳机设计，我在耳朵上面也都感觉得出来。所以我蛮讶异他们这一次也把这个功能加入到这个 AirPods 第4代里面。那其实也不止苹果，我们最近在越来越多的其他厂牌上面看到他们的真无线蓝牙耳机也开始加入这个功能。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耳朵也跟我一样敏感，在佩戴耳机的时候说话或是感觉这种闷声感会感到不适。那这在 AirPods 多的这个功能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喜欢的。好，那第3点我们就来讲降噪。那当然它不是有一个这个被动式降噪的耳塞在里面，所以它整体降噪的效能不会像 AirPods Pro 这么好。那这个就是物理性上面没有办法避免。那当然每个人使用耳机的出发点不同，我自己很少开启降噪功能。可能我平常生活啊，家里有小孩啊，我平常都必须要听到他们。还有我本来习惯的感觉就是要听到一点环境音，会让我比较有安全感。所以对我而言，我不用非常强的降噪。那很多时候大家在外面的话，像现在 AirPods 第4代的这种降噪的功能，其实先前出在其他厂牌，那我也有试用过。它基本上它就可以降到环境的底噪。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的时候，他喜欢放一些背景音乐，那可能在咖啡厅，对不对？你会放一些好像咖啡厅有人在走，人来人往啊，杯盘的这些声音，你会觉得比较有舒适感。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咖啡厅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场声音好像比我们放出来的这种想象中咖啡厅的声音都还要吵。那这种时候，你开启这个降噪功能，它就能去除一些基本的底噪，不会让这些噪音在你耳朵里面这么的明显、这么大。它可以成为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背景音。对我而言，我觉得很难去形容，但我觉得你有真的尝试过，其实在外面其他厂牌像有这种功能，你试过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种基础降噪还是很有它的功用性在。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本来对降噪需求没有这么高，你只是要一些基础的这些底噪的去除的话，那我觉得 AirPods 第4代也会很适合你。那另一点呢，其实也是 AirPods Pro 这种耳塞式的这种耳机，其实它多了耳塞，在我入耳的时候，我会觉得比较不舒服。那我耳朵是比较偏油性的，我要找很多不同形式、不同
设计、不同厂牌的耳塞，才能找到一个戴得住的。但是戴得住之后呢，这个耳塞塞我耳朵里，常有这种共振震动感在我耳朵里面会开始发痒啊。我本来也以为只有我自己这样，就后来我们工作室我开始跟大家聊起来的时候，发现不止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所以现在 AirPods 4出了一个没有一个塞入式的一个耳塞，但同时它有这个降噪的这些基础功能，所以这些功能结合起来，最高是符合我需要的耳机的这种形式。同时它有这个通话感知功能，就是说你在开启这个降噪的时候，因为它会还是去除掉一些基本的声音嘛，所以人声有时候在对话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偏小。那它这个通话感知功能，在你要开始说话的时候，它也能感应出你现在要跟人对话，所以它会自动开启通透。那第4我们就来讲通透啦。那如果你手边有很多不同款的耳机，你应该有测试过的话，就会知道，像我们测试过超多不同款的真无线蓝牙耳机啊，或是入耳式跟耳塞式的都有。通透模式这一点呢，目前我自己本人认为啦，还是苹果做的最好。它在通透这个声音在进来的时候，真的会让你以为好像是它在耳机上面开一个洞，但声音进来的方式是非常的自然，不会有一种数位还原。那可能是因为它时间差非常少，还是说苹果在这个声音的还原的功能就非常的强？那有人也会问啊，这种又没有一个物理性的耳塞，到底需不需要通透的功能？那如果你有戴过 AirPods 3啊、2或者跟 AirPods Pro 去比较的话，你就会知道有没有通透跟你听不听得到声音这种清楚的还原性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就像我刚刚讲的啦，对我一个没有需要非常强降噪的一个人，然后又喜欢听到自然的环境音的这种使用情境，反而 AirPods 4的这种定位基础的环境降噪，还原这个通透的环境音一个舒适的听音感，还有它的调节耳压的这个透气系统，反而是我最需要的。那第5点呢，就是它整个充电盒的尺寸都还更加的缩小，但是它在续航力上面，如果你今天在不开启通透的情况下，它基本上跟上代是没有差异，所以它整个耳柄的尺寸缩的稍微再更小一点，但是续航力一样，在不开启通透的情况下，整个充电盒呢也比上代小，那整个续航的时间也是一样。那就算你要开启降噪这些功能的话，因为它需要去运算嘛，它整体续航力的差距是大约20% 左右。那同时呢，它是防水防尘等级也来到了 IP54，那里面使用蓝牙也是5.3，所以啊，在整个价格售价都没变的情况下，它增加了这么多的功能，然后再加上整个外形设计的大更改，它并不是只是把一样的功能啊、新的晶片放进来而已，然后同时维持一样的价格，所以让我觉得这次 AirPods 的第4代是很值得入手。那有没有一些就是小遗憾、小缺陷的地方？当然也是有。为什么我没有讲音质？刚以上5点，那其实但听感的部分只能等到手之后实际听才会知道，因为这些不是功能列表上面可以显示出来的。但我先打这个预防针啊 ，AirPods 从来都不是音质挂帅。那我不是说 AirPods 的音质很差，我的意思是说 AirPods 它的诉求从来就不是在音质，因为我自己认为苹果在 AirPods 的定位是这样，它要在这个既有的这个外形、尺寸、舒适度、成本，还有听音的音质啊这些功能性全部整合起来，它怎么抓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那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功能都要有，然后都要做到这么好，音质要再加强的话，你势必有一些可能尺寸啊、重量啊或价格方面需要去妥协。那我个人觉得苹果就是抓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这个价格大家可以接受，然后这个音质在一般通话、通透什么的音质都很好，但是听音乐的话，它就是一个基本的需求。那当然，你如果是很追求高音质的人，市场上有非常多不同的选择啊，就是真的以这个为诉求出发点的品牌跟产品可以选择。那我相信大家也会自己去选择那类的产品，那甚至可能是用有线的耳机。那其他部分的小缺憾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它产品化位的关系啦。像 AirPods Pro 第2代他们有加入这个 U1 的晶片嘛，可以增加像 AirTag 这样的搜寻功能。那这次在 AirPods 的第4代就没有。那偏偏 AirPods 的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又非常需要这个功能，因为很多人可能 AirPods 不小心放在咖啡厅、放在机场、放在什么地方，然后有这个晶片真的在寻找上面真的帮助很多，因为它就是这么小。那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定位器的话，自然更容易找到。但有可能啊 ，AirPods 这东西一掉就被偷走，可能也很难找回来。那另外一点呢，也是 AirPods Pro 第2代上面，就是它耳柄滑动可以去操控音量这个功能。那我本来也以为这次 AirPods 的第4代应该会有，但是现在就没有。那这点有点可惜，但我觉得可能也是产品定位上面的划分。Pro 系列什么功能全都给你啊。还有看到它耳柄上面尺寸其实是对比 AirPods Pro 有稍微再短一点，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可能也没有办法再塞下这样的感测器。但至少在其他的点，我觉得它算是给好给满。那是我个人的看法，那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下面分享。那我这次是已经马上从美国订了一台了，也很期待测试啊，然后看看这次的佩戴感怎么样。然后当然结合所有其他的功能，也是我们会去重点测试，然后跟大家分享的地方。大家有什么想法，你们会不会想买这次 AirPods 第4代，都可以在下面分享。OK， 那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次见，拜。